感谢合作伙伴 Adonis 艾美雅，以内外调理的理念，让人人成为自信与光彩的代言人。在我们正式宣布淘汰名单之前，我们要先邀请另外10位新秀。我不懂，我还以为就是快要结束了，然后突然间2个人进来，我们就要欢迎出另外10位的新秀。Oh my god！ 原来是这个时间我们会相遇，太突然了，这样更没有我的位置在。哦，来了！哦，很清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鹏龙，今年21岁，来自关丹。今天我要唱的歌曲是《魔感》，谢谢。在当下之前，只有我的痛快，我敢，就算明知在现实中会狼狈，不敢说敢。他应该有前面应该会有人等着他，但是他有点小尴尬。不知所措，没有可能来之前已经想象了要跟观众做交流。我踏进去的时候，以为是第一个进去就第一个唱这样，然后我在想，其实有下一个人到这样，不会这样尴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陈 Xavier， 来自 JB， 今年21岁。接下来带来的歌曲是《天后》。我嫉妒你的爱其实如何？像个人气高居不下的天后。哎，我很好奇，它是哪一个丝巾？蓝色是什么等级啊？这是第一个的 S 级的。我也想要跟他讲话，但是看他好像很高冷，就没有去讲哦。不知所措。可是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们2个都是 I 人，所以没有话题找呢。我已经觉得我是个很内向的人了，然后他是一个超级内向的人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黄德胜，今年25岁。要感谢这小钟给我机会，这是我出。我很期待这个一下。我也是期待，我不知道他出道来的那个歌声怎么样。好像伤害了谁。那我听到我的那个海选的视频播出的时候呢，确实有点尴尬，因为播完之后我就要马上走出去了。原本我要的 C 位给人家拿掉了，那我就在最旁边了。然后就有看到选手就有打招呼，尝试去破冰，因为我也很怕尴尬。来了，单身，小陈 ，Hello， 彭龙，单身。喂，真的不认识的。我觉得他们都是 I 人。对。几岁你们？21哦，一样年龄。没有，他开始在想说有谁比我大的。他们的声音真的还是那种很嫩青春少年的。你们毕业了吗？没有读书啊。没有读书哦，你有在读音乐这一块还是？没有。我们都是同道中人，没搭车。可笑。所以你们是学唱歌还是自学？小时候有学，到现在驻唱啊，可是在 JB。哦。JB 人。你呢？你也是学唱歌也是职业吗？还是？不算。不算啊。是没有学啦。有学。就那种声乐哦。不是啊，就流行乐哦。哇，这当下我也是紧张的嘛，那个心情，所以我也很难去想话题，去 break ice 这样。3个就啊吼，我们就3个人盯着那个大屏幕那边看，那个字从头读到尾，从尾读到头。但是最后也幸好，陆陆续续有很多选手进来了。来了！我见过他，他在网上是专讲冷笑话的啊。说题冷笑话，你懂不懂？一个石头掉进湖里，懂？我觉得她是一个蛮放得开的女生。对，感觉上是。Hello， 我叫 Amy 肖如金，今年21岁，来自雪兰莪。哇，终于来了！也不觉一场
擦肩而过，某天我们总会。那当我看到第4位选手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也蛮惊讶的，因为他算是在网络上有一点名气的一位创作型歌手，然后他也比我还要这样跳着舞走出来，转个圈呢，还要转一圈。你看，艺人来了，艺人来了，这是艺人来了啦！嗨，你们好，嗨，哇，3位男嘉宾哎，所以我是唯一的女嘉宾吗？我觉得没有我想象中这样紧张，因为我本来 expect 就是比较大阵仗还是什么，但是去那边只有3个男生，就整个好像是配对嘉宾嘛还是什么，我只有我一个女生，我就hello， 嗨。你刚刚第一个来，然后你是看到都是男生，都是男生。什么？啊，没有了，没有东西。绿色衣服的男生是据点王，是他感觉一直陷在自己的 panic 里面，丢话题stop 在那边。你也是21岁啊？啊，是，你也是吗？我们3个都是。哦21岁，你21岁，他21岁也是。真的咩？呀，什么意思？我长得太着急还是怎样？没有啊，因为你的 content 让你蛮成熟一下。OK。我在想会不会遇到大过我的人。你几岁？其实25。刚我们有点难。他很介意啊，25岁啊，小姐姐讲你老了。所以你站了很久，半个小时吧？没有到。哦，你很温柔哎，你讲话很温柔。不能我这样乖妹妹这样。有点像配对节目哎。哦，我觉得 Xavier 蛮那种，你知道白马王子这样。彭龙就是那种很可爱啊，很想跟他讲话，可是他很矮哦。这样我赢定3个男嘉宾要，我赢定了。我叫林明珍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《Language》。因为我也是认识他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他也是之前跟我一起在外面有比赛，播他的 video 的时候我就有点吓到，他这个有来比这个比赛，我就有点吓到这样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林宇珍，然后来自 KL。就是我当时刚刚进来的时候，看到桌子上红色的布，然后显存着，我感觉这个名字有点不太好啊。女嘉宾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。第2位女嘉宾出场。他不要跟我吗？他也是没有要来我的这个桌子，他就去了那个 dancer 那边。没有人要跟我讲话。你还记得我吗？哇，熟人啊！以前一起比赛啊。你长得很高哎，你不要站我旁边。你长得很高，你站旁边好吧？我不要，他太瘦了，不要站在旁边。那怎样办？我垫脚了。你的口音有一点。啊？你是本地吗？我是本地的。哦，把你的 accent。刚回来吧。哦。刚中国回来也是去比赛吗？在那边上学哦，编曲之类的吗？还是声乐？声乐。浙江吗？不是，在北京。哦，哇，北京学院的，终于来个学霸了。你不就像风一样侵略时傻傻。你也男嘉宾啊？他的男嘉宾，在配对节目嘛。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yan， 然后中文名叫张雍，对，蛮奇特的一个名字，雍正的雍，然后今年21岁。哇哦，欧巴，안녕하세요。够厉害韩国人。哇哦，안녕하세요。Hello。我都話㗎啦。哇，很高哎。你幾歲啊？21。哦 ，OK， 很好。非常好。不要再问了，德成。想要 attempt 一下嘛，看有没有大过我的人出现。我就觉得为什么一个人要对岁数这样敏感，后来我才发现原来还是最老啊。后面我就发现反制他的方法就是跟他讲他年纪大，一直提醒他这件事情。
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整个人蛮 nice 的啦。然后尤其是在最开始我们进来，大家都很尴尬的时候，他也是承担小一个长辈的责任这样子，然后一直有让那个气氛嗨起来这样子啊。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好的人来。但等下应该会有父母陪同的，会有更小的人出来。更小。妹妹。我的名字是陈柔恩，然后我今年16岁。当时候播那个海选的影片，我也觉得有点尴尬。有妹妹了啊，真的好像小妹妹很哦，小，就是她真的很小，很稚嫩的感觉。Hello， 你好。那没有人要走这边的，为什么？拜拜。Hello。好。Sorry， 有没有吓到你们？没有。不好意思。我一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那边都好像有很多人，然后就 Amy 旁边好像没有人，我就去找他。因为我只是觉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要站我这里？我来陪你。哦，哎，我们是同个颜色。耶。Hello， 柔恩。我是 Amy。Hello。她也是黑色的，她叫彭龙。她拉拢我的这个桌子有点空，你知道吗？等待。单身，他就整个很艺人那种，然后觉得还有点哇，跟我抢艺人的位置。柔恩，你16岁，你家里有姐姐吗？我没有姐姐，我只有哥哥。哦，所以你会渴望有一个姐姐吗？会。那你觉得我可以做你姐姐吗？我会这跟柔恩讲话，因为我觉得我在他身上看到之前的样子，第一次参加这种选秀比赛，当年我也是16岁，一直很渴望有一个姐姐这样子来带我，所以我就有那种责任，你知道吗？好像 OK， 我想要把这个使命来陪他这样子，所以他也一直来被我照顾。有帅哥吗？要去认识一下吗？不要。你有看到帅帅的哥哥吗？啊。柔恩点头了，到底是哪一位呢？都帅。Hello， 我是 Chris 关杰浩。喂，认识他吗？要唱的歌是《刻在我心底》。他叫 Chris 关杰浩。刻在我心底的名字，忘记了时间这回事，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。哇哦！这个帅吗？因为我那时候不懂要讲，我就点头。不用紧，要大胆点头。看这样，看到他会不会来这边 ？Hello。我的名字是关杰浩，没有，是关杰浩。对，因为我的名字谐音有点像关杰浩，但是我关节不是很好，因为我蛮常腰痛的。你好，紧张吗？哎，我看过你。我进去的时候看到我朋友 Amy， 因为我就觉得他一定会进，因为我就觉得他很厉害。你是那个马来西亚夹子是不是 ？OK， 夹子音是这样子，你看啊，就是我讲话是这样子嘛，然后唱歌就是可能窗外下着雨，就不同音色啊，把它单纯加一个夹子音吧，大家还蛮喜欢这个声音，可能就是这样子哦，就大概是这样子。如果你们大家喜欢听我这样讲话也是可以。他好像在校园蛮红的，校园演出还是什么一些蛮红的。哇，这些那小朋友全部都是3、4万 follower 的哦，很厉害的，都真的都自带流量。对。Hello， 各位屏幕前的老师们，大家有美女。Hello， 我是 Celine 子萱，然后今年24岁，目前是一名驻唱歌手。好漂亮！哎，红色同伴了。哎呦，他走进来的时候，你感觉他会唱一些那种苏运莹的歌曲啊，或者是那种朱玉啊，或者是那种千年之恋啊，就是你会感觉哇，有一个女神在台上唱歌，因为她真的很漂亮。她走进来的时候，哇，她一出来就是那种会让人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的那种感觉。女主角。谢谢大家的称赞，有化妆啦，有化妆，人靠衣装啦。你好，好漂亮哦，好仙气哦。难道就像朱玉吗？来选位置。
嘿嘿嘿。史令是我工作上蛮常搭档的一位歌手。我原本打算装作不认识，然后后面制造一些东西，但是好像还是不可以啊。就看到你就很熟悉的面孔，就让整个心会比较定下来。认识的，一定是认识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他刚刚有说他们是一起驻唱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对。哎呀，这个我要去看的。对，哦，他们两个一起驻唱。这样我要去看的。你们觉得他是用什么分类？蓝色跟红色。身高。身高，最矮的那个。你如何解释我们哪一样的颜色？我都不要出手。大家好，老师们好，我是 Jess 嘉欣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柔佛。哇，声音很特别。美颜。家来这里。送上这个。好，来这里。别去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。我叫 Jess， 我今年21岁，来自柔佛，然后是一个驻唱歌手，也是有在做创作啦。红色。对，红色的。本来不懂嘉欣是谁的，然后 Chris 有大概讲下，然后才懂哦，原来她是大颖的妹妹这样。哦，她是大颖的妹妹啊，我不知道哎。然后我当下也本来是要跟她讲一个声音，有点像大颖，幸好我没有讲，不然就太丢人了。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排斥大颖妹妹这身份，因为对呀，我本来就是她的妹妹啊，没有错啦。有些没有听过唱歌的人嘛，可能就会觉得哦，我是因为我是大颖的妹妹才进到这个比赛。然后我给我自己的想法是，用这个比赛给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，让大家知道我跟姐姐是两个人。我们这里是你是唯一一个红色，是，因为我们都是黑色，而且很符合你的发色，我们是黑色。哦，黑色一组，红色一组啦，是 maybe 那边有红色有蓝色。对，你是什么？他是 S 级选手。星星，我不敢承认这个东西。你是黄医生，应该看到显存者，会不会有危险了？这样子显存者。有危险。OK 哦，一个不要哦。有危险了，我们。我 expect 还会可能有 SS 啦，还是 SSS 之类的这个等级，有 surprise 到我了。因为我本身也觉得这个评分是 out of my expectation。哦，原来有不一样的。当时我就大概了解我的是什么意思啊。这样子是不是排后面的？恭喜闯过了海选，各位新秀们，你们好。我是你们的领航人张栋梁，欢迎来到新秀舞台。我这些哇，张栋梁哎，哇，一个前辈竟然愿意来带领我们这些新秀，觉得蛮感谢的。我当时我看到张栋梁就觉得他蛮帅的。我们来看看海选成绩。哇 ！Oh my god！ 自我定位，你们自行选择演唱次序，用一首歌的时间。让所有人记住你是谁，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你们的演唱，否则将被剥夺参赛资格。有限时间啊！是 out of expectation， 然后赛制也是一样，我是蛮 enjoy 这种未知的东西的。原来还有淘汰赛哦，还有那么多好玩的赛制，觉得开始紧张。有那个比赛的劲一起来呀！突然开始倒计时3分钟，我们讲这个3分钟是要什么？原来是要决定选手的出场顺序。我想3分钟要怎样决定哦？我们数手指啊，不然一个人只可以出1到3。OK， 可以，好。他们有一个公平可言的，当时在决定顺序的时候，而且你又只有3分钟的时间去决定，我就想，那我们用最随机的方法去决定哦。数手指，总共是多少？16、17、19。从我开始算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你 OK 吗？你 OK 吗？加油！但我们讲决定后面的出场次序。当时其实我突然就开始紧张起来了，就是心跳就控制不住。加油！还是要数多一次，会不会来不及？你 ready 了吗？那还是我们要。我其实现在有点紧张。你们有人 ready 了吗？我去吧。Let's go。他这个很帅耶，每次。帅啊！帅。为什么呢？点解？他自己讲我来的，对。
他就是我觉得很大姐型的感觉，果敢型的。是。2分钟过去哦，没有人要上哦，我就比like好像，但是我要上，因为我在一个 team 里面，我都是那种比较勇往直前、比较去冲的那个人。最没有想到是 A 也先站出来，我觉得她很有勇气啊，第一个站出来。Let's get it, let's get it. Welcome to my show. 我选的是 Hebe 的《超级玛丽》这首歌里面讲那个蚂蚁嘛，蚂蚁玛丽，跟我们知道那个 Super Mario， 我觉得是一个精神的象征。这样子，每次勇往直前，一个人去单独打斗的那种精神，可是他内心也是很像这个超级玛丽这样子，很多内心戏的。然后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子的人，我就是很多内心戏，可是外表又是那种很勇往直前，要去冲第一的那种力。我也希望我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一个能量是很快乐、很 happy， 然后有我在就会比较 chill 这样，所以我就选了《超级玛丽》这首歌。有只叫玛丽玛丽玛丽的蚂蚁，爱上马路对面的查理，可惜查理是只猫，天天在想河里的鱼，只是一条马路的距离，可怜玛丽走不过去，眺望着查理坐在谁怀里吃鱼。马路上每一辆车各奔东西，每一个人匆匆走到哪里？有没有目的？要不要目的？就像蚂蚁，哦，有天玛丽有点急，看见查理又搬来新邻居，名叫茉莉，多好听，不让查理忘了吃鱼。原来一条马路的距离，可怜玛丽走不过去，眺望着查理坐在谁怀里吃鱼。马路上日升又日落，人来有人往，玛丽抬起头，才发现到处都是风景。日升有日落，人来有人往，玛丽偶尔抬起头，才发现用心欣赏，到处都能看到好风景。原来一条马路的距离，有时真的走不过去，可一旦走过去，眼中的查理还没变美丽。日升有日落，人来有人往，玛丽偶尔抬起头看看自己，在别人的眼里，自己也是风景。其实一条马路的距离，有时真的不过去，再美的风景总会离开眼睛。谢谢。有自己的想法，他的诠释是他个人，很自在啊，看他唱歌。难怪他第一个抢说，我知道怎样做，上去。对。他整个人就很放开，是我向往的性格。他很有自己想法，他的诠释的方式也很他自己，不管在舞台的表现啊还是什么，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素人感，但是会知道这个人的可塑性可以去到蛮远的，就是很特殊，他在很多歌手里面会很 stand out 的一个 contestant。谢谢。
给很高，我是偏挺高的。Amy 一上去我就觉得就是稳了，我懂她 level 在哪里，然后我也听过她唱歌，所以我就觉得她一开口就是稳，冠军直接。当下我看到那个 S 哦，因为我会觉得都是我们选手们投票嘛，我那时候不会觉得哦，真的是因为我唱得很好，他们给我 S， 可能就是因为哦第一个啦，哎给你一个 like 啦这样子。如果我是在台下，我可能也会给一个 like 这样子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没有把这个看成很大的一个成绩这样子。所以他已经是多数是安全过关了，应该是 S 级就应该是安全过关。哇，他太轻松了呢！厉害 Amy， 哦又来了 ，Amy 你也厉害耶！你好像变到很轻松这样。我就没有想太多啊，我就觉得如果我再拖下去，我可能准备好的那个心情就没有了，所以我就尽快上哦。我去可以吗？我去啊！加油！加油！他也是很会唱的，我跟你讲。真啊，我可以看他那个影片。不紧张，上面没有，完全没有人是这样子的。真的吗？看不到人，我在看你们吧，但是其他的是很黑。好，我猜他唱主语，你信吗？Celine 的整个装扮也是让我觉得哇，这个好像很厉害哦。Celine 我就觉得，因为她穿很美，然后我在想，哎，她是要唱主语吧？哎，结果一开口，哦，不是主语。我会选择唱阿楚姑娘，是因为比较擅长在讲故事或者是处理细腻一点的东西，比较多需要你去很细节的去处理她的情感。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，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，一起看月亮，数着那桂花糖的灯上。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放亮，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欣赏。阿楚姑娘，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，风吻过的故宫欲盖弥彰。阿楚姑娘，时间的泪也撕去我徽章，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？阿楚姑娘，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，风吻过的故宫欲盖弥彰。阿楚姑娘，时间的泪也撕去我伪装，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？温柔的晚风啊，请你带走我的惆怅啊，别让我追随不可一世的彷徨。阿楚姑娘，时间的泪人撕去我伪装，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让篝火为我守望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，为我守望？谢谢你。他是很紧张吗？还是说有紧张？前面可是中段，其实我觉得他开始放松，可是他没有准备好去顶后半段的东西。
所以他那个天花板直接哦，我动到了。可是前面的 pitching 是 OK 的，牵制于紧张，所以有一些处理上面就没有那么好。整段下来语气的表达，我还是有感受到。至少是他在台上，他不会让你觉得他犯错，他整个的表现还是 cover 得到。他作为第2个上场的人，他也没有怯场，他就是很从容的这样子去完成了这首歌。所以我投票的时候，我也是投 Celine。谢谢大家，很上你的，有一种放下心口大石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就很开心，因为我可以下去玩了。大家都好，让大家全体 S 级。好啊，我们全体 S 级。我给全部人 like， 因为觉得每个人都唱得很好。Any volunteer？ 我想唱下一个，你想唱？我可以先唱吗？可以，加油！谢谢大家，因为我很紧张。好，去吧。对我来讲，我今天唱了这首歌《好的晚安》，它可能也跟我有发生过一些故事有连结，是烙印在我那一段时间里面的。就是我不可以只是唱一些求稳的作品这样子哦，我也想唱一些就是不一定有听过啊这样子的歌。虽然这首歌也有可能有人听过啊，但是我就想要让更多人听到，然后我也想要把我自己的演绎方式给大家看一看这样子。好的晚安，你不用回忆。我觉得我真的再次见到你了。好吧，好吧，这肯定是梦。醒了痛，想不通，一切逃不过意料之中。泪痕旧愁，冷风碎。你爱到他，得到他的一切。泪痕旧愁，冷风碎，做了这种永不再说话的朋友。泪痕旧愁，冷风碎。你爱到他，得到他的一切。泪痕旧愁，冷风碎，做了这种永不再说话的朋友。这肯定是梦。我醒了痛，想不通，一切逃不过意料之中。冷风碎，你爱到他，得到他的一切。泪痕旧愁，冷风碎，做了这种永不再说话的朋友。我觉得 Brian 今天的表演有蛮吓到我的，因为他在台下很吵，然后可是他在台上就变得很安静。他也算是诉说故事的那一类型的歌手。我其实没有太大感触，因为我当下的心情，第一是我觉得唱完了很爽，第二是虽然很爽，可是我刚才唱到有点烂。
谢谢大家。跳得好又好 peace 哦，这个比赛执行方面非常好，整个设计啊、转音啊、真假音转换什么都有到位的，而且声音我觉得算是男生里面也是有辨识度的。它很像喉咙里面装螺丝，转音太丝滑，就很像那个螺丝这样这样转下来。全部选手唱歌的时候我都投 like， 我怕有证据啊，这样我给他们 dislike， 我就觉得全部给 like 比较好。下一位 ，Go， 下一位，这里有妹妹哦，妹妹啊，妹妹，让妹妹先吧，上吧，妹妹上，好，去，我就跟 Amy 讲，我想要上，过后他就帮我跟他们讲，然后我就上了。我上台我选的歌是《星辰大海》，然后选这首歌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段海豚音嘛，我觉得海豚音算我的优势。觉得柔恩的选曲方面很大胆，是非常难唱的一首歌，而且他才16岁，真的第一天就那么大胆。我跟登山在下面讲哇，很勇敢，可能他过后会再来更劲爆的东西。我愿变成一颗恒星，守护海底的风鸣。It's my dream, it's magic， 照亮你的心。To your eyes， 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，不再回来？每当你向我走来，告诉我星辰大海。盛开在黎明，自由爱有多远的距离？穿过人海，别停下来，趁现在还有期待。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，不再回来？每当你向我走来，告诉我星辰大海。火焰中炙热的恒星，长夜里照我前行。他年纪来讲，要诠释这种大歌是很多时候他只能够靠想象或者是靠模仿。那我没有太听得到有模仿到谁啊。16years的时候，你有这样的想象力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我觉得以16岁的年龄来说，他能够唱《星辰大海》这样的大歌，我觉得这是非常勇敢的尝试。那我觉得他可以再拉回来一点点，唱他这个年纪能够投入的歌。坦白讲，我有投一个 dislike 啦，我也确实感觉到他唱《星辰大海》的时候很紧张，是我到最后我有一点点不太 get 到整首歌他想要传递的 message 是什么。
觉一下子就过了，然后在台上发生什么都忘记到完这样子，所以我也不懂我到底表现到怎么样。加油！加油！当时级别是变到显存者，就好像还蛮在意料之内。那个海豚音那边太勉强了，我觉得。我觉得如果有人可以引导他的话，他肯定会在乐坛上绽放光彩。前面很想要去啊，你再去，你再去。괜찮아，괜찮아。 OK 吗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哦，到他了，他是大 I 人是吗？从刚才一开始第一位进来的终结者。其实我有期待那个彭龙的选曲是什么，因为他传到就是感觉很要跳舞的那种。我选的歌曲是《轰炸》，唱的风格多数是唱跳，所以想让大家第一印象看到我是唱跳的感觉。黑夜或白天，未接永远似负。你的武器没界限，没有国度。我尝试着反击，反击好辛苦，没有退路。抓到我疏忽，你就像鲨鱼闻到血液深处，我没了尸骨。敌人就躲在荧幕后边马虎。数不清数目，也没有战术，致命的按钮，明显的输入，我的好心情宣告结束。该奋战还是该退出？才认真罚的是人数，这里没有人来约束，我像是有约定成熟，约定一起会叫艺术。别再轰炸我，轰得我的头好痛。别再轰炸它，看热闹没有错，盲目的乱和。你叫我怎么躲？想要退出叫熄火，怎么你用你的自尊践踏我的痛 ？Say yeah！就躲在荧幕后边马虎，数不清数目，也没有战术，致命的按钮，密集的输入，我的好心情宣告结束。该奋战还是该退出？太认真罚的是人数，这里没有人来约束，我像是有约定成熟。会叫艺术，别再轰炸我，轰得我的头好痛。别再轰炸它，看热闹没有错，盲目的乱和。你叫我怎么躲？想要退出叫熄火，怎么你用你的自尊践踏我的痛？整个属性大爆发这样子，他在下面完全是一点都不讲话，然后超级腼腆我只看他那两个酒窝一直在那边笑，就完全不一样。然后还在喝水，他就很紧张。还有你呢？有没有？喝，哇，老魏你喝完2瓶你很紧张，一直喝水，还是很喜欢喝水。他又再拿多一杯水，刚才从隔壁拿一个，在这边拿一个。我喝水是因为缓解紧张、缓解尴尬，也是一种习惯啊。比赛之前我会喝很多水，这样大概喝了7支吧。我投了一个 dislike 给彭龙，是因为他
的歌不是平时我喜欢听的，而且一般是因为麦克风太靠近了还是什么，就整个听感下来，心里觉得我是不喜欢的，所以我就给了一个 dislike。我觉得这个选手首先他有一个反差萌，但是我又觉得就是让你要到位不到位，开始要玩起来，但是又好像就给你一点，就是好像一直抓不到痒，所以他就少了一个玩味儿。当下彭龙在唱的时候呢，我就听到其实蛮多的瑕疵，因为你又要去想歌词，你要去背走位，你还要唱，你还要跳，所以我觉得当下他 carry 太多东西了，他有点 multitask 不到，那时候就有点可惜，所以我就按下了我第一个的这个 dislike。这首歌很好玩，但是他没有在玩，他只是 throw everything come out， 他没有思考，这整个歌要怎么玩啊？通常你要玩这种歌，要玩的精彩的话，一定是你的播客的 tone 上面的转变啊，整个律动，就是没有什么精彩，他就唱完那首歌。但是我看得出他在舞台上面的自在和投入度是有的，但可能过后在演唱和理解歌词当中的要表达的画面的时候，可以再加强。我可以吗？怎么样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OK，Let's go， 再见了。年龄最大的肚子饿了，倚老卖老。这句话，年龄大不是老。加油！上场之前的2位呢，他们都很努力，但是我觉得有可能选错歌，或者是当下的发挥不好，都拿到了这个显存者的这个 title。我也想要打破这个僵局，我等下有一个显存者乘3、乘4、乘5，这样后面全部一起，那个感觉就不太好。还是要 give a shot， 就是要把大家的这个气氛都起来先，就不要这么的紧绷。到你期待的上来了，这很令人期待。对。那我选男音这一首歌，一开始我是蛮害怕的，因为它算是蛮小众的。这个歌里面诠释的角色是一位来自无锡的街头艺人，他是34岁过后失明的。他失明过后呢，他被迫去街头卖艺，拉二胡。当然那个年代做音乐很多辛酸，然后他就创作了一首叫《二泉映月》的二胡曲。他的故事也被广泛的去流传，然后后来就被方大同老师还有林夕老师写出了这么好听的词和曲，都很有意境。所以我也想把这个艺术品带到大众的面前。唱男音很难唱，很难唱的，他也不可能 copy 方大同，copy 不到的，都他要怎样做了。在他的墨镜里看不到二泉的月影有多么朦胧，只记得少年时练习着二胡时，琴弦勒出了血红。34岁后失明了，怎么用他双眼寻找自己的光荣？小时候拉奏着浪淘沙，他们说他是个天才儿童。可是下一个画面里，他就走在街头，贩卖着他的童梦。喧哗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，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。音乐没人懂，但想要人懂，因为他真的很穷。漆黑北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他想他总能为人们奏出彩虹。音乐自己懂，一样有听从，沿途点亮他命运的灯笼。二泉映月，才不管红与不。远远的墨镜里，自圆起了胶卷，出赛自有人歌颂。他人穷命不穷，他人穷志不穷，音乐证明才有用。回家路上有他老婆搀扶着拉奏着那一曲才最感动。不知道路过的听到的免费的有没有因此心痛？可是下一个画面里，他就走在街头，贩卖着他的童梦。喧哗酒家中拥挤的小巷中，他拉着等待着谁为他而动容。音乐没人懂，但想要人懂，因为他真的很穷。心
黑被风中飘渺的烛光中，大象它总能为人们揪出彩虹。音乐自己动，一样用听从，沿途点亮它命运的灯笼。而全音乐，它再不管红与不红。最亲爱的听众，想象他们的脸孔，流泪或满脸春风。哪怕是他英雄，他自身的脸孔也渐渐的消失在难以的气声中。沿途点亮他命运的灯笼，而全音乐，他才不管红与不红。谢谢，肚子饿到抽筋了。他一开口的时候，他可以直接抓住我的注意力，然后好像就潜进去他的世界里。所有的起承转合，还有在高潮的堆叠处，我都觉得他有在把他想说的、他感受到的去表达出来。我真的要叫出来，好爽哦！听着真的很爽。我觉得是蛮好的。S 如意外，至于啊，实至名归。哇，有点厉害。我是觉得他唱歌很厉害啊，我觉得审美上面啊、处理上面啊，我都觉得很好。他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也是吓到，然后我在那边摇我在那边摇吧，应该是在那边摇，对啊，我在那边摇来摇去。静静，愛してる。真的光输多了，太多了，很安逸。Too much。快来 ，Come on， 谁？我们3个。我不要，你们先。剪刀石头布。Yes。让我来。加油 ，Yes。我听到他的声音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的音色是蛮暗的。哇，声音很特别。我觉得声音暗不是一个不好的形容词啊，是一个很有味道的一个音色，值得细品的一个82年的拉菲。我当下的时候，我就很期待他会唱什么样的歌。你送我的围裙和毛衣，一句话既感受到哪里，有我就有你，所有回忆该怎样才能继续那些约定？你的爱笼罩了我的未来，飞向大海，我的爱搁浅在沙滩，静静等你回来。过去多好多坏，没有人能重来，只剩下每天孤单翻阅从前，真心无碍。你的爱风一样享受自由，迫不及待。我的爱像风筝紧拉着线，原地感慨。就算星辰幽暗，我仍愿意相信爱存在。有一天，我发现这些年美好的画面，就像是马卡龙鲜艳上有甜，从来都不曾改变。这一切，细数着手机里合照的每一次纪念，一遍又一遍，爱情离得多远，眼泪就有多咸。浪占了我的未来，飞向大海，搁浅在沙滩，静静等你回来。过去多好多坏，没有人能重来，只剩下每天孤单翻阅从前，真心无碍。你的爱风一样享受
找不到最好的，也找不到太差的东西。我觉得他可惜的一点就是你有一把很好的嗓音，但是在新秀的舞台上面，你要怎么样去做 outstanding 的那个控声的线条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不稳定，建议他再熟悉自己接下来的选曲，然后理解多一点。我觉得我今天表现不怎么样，因为上到台很紧张嘛，紧张我就会很喘，就没有办法调整好呼吸，前面就有一点失误。进到音乐的时候，换气的地方会比较不好，因为整首歌都在比较高亢的地方嘛，我就觉得没有把自己该有的东西发挥出来。我其实觉得有一点点惋惜啊，那首歌不是最适合他的歌，可以展现他声音特质的歌太多啊，可是他没有选到对的歌，他的表现就给我感觉有一点点平平无奇这样子哦。Thank you。虽然没有到很好，但是起码好像跌到山谷上面爬一半上来的感觉。哎，他是第一位终结者，哎，是吗？哦，对，真的。之前的都是，不然我还以为 S， 他会要不然就选存。他会再更低一点的在那边。谁赢谁上？可以。剪刀石头布。OK， 加油加油！今天选了这首《看着你眼睛说》。今天你生日，我准备了好多，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，直到你回家，我就陪你过，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。今天好像隐隐又下起雨了，我们坐在沙发上彼此沉默。我问你为什么说分手是我哪有错？你说我很好，只是他回来了。来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从没爱过我。再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一点都不难过。我虽然没那么懂事，但绝不拦你这一次。如果你说想要回到有他在的城市，来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从没爱过我。再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一点都不难过。我攥紧手里的戒指，它不该有一个名字。如果你生日愿望是回到他身旁，我抱你这最后一次。可能是承诺，换个人也能做。他凭什么这么简单就能赢了我？来，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从没爱过我。再看着我的眼睛说，你一点都不难过。我虽然没那么懂事，但绝不拦你这一次。如果你说想要回到有他在的城市，来擦干你的眼泪说，你曾经爱过我。再擦干我的眼泪说，你也会难过。那时的美好的回忆，只是差了一个结局。请记得我曾认认真真的爱过，太遗憾的不是我。喂，
要练熟一点。今天整首歌下来，我觉得第一熟悉度不够，如果有练熟，那就要在音感这边找短板在哪里。这个的漂浮度是收发那么多线索里面最漂。漂浮，而且感觉上他不是进错 key 或什么，他就是这个就是他的 key 的感觉。因为 pitching 跑有时候不是他唱不到那个 pitch， 他听跟他的 matching 有问题了。加油！今天的表现不是很满意，因为音准方面也是有问题，情绪也不是很到位，紧张了过后声音会很不稳，会抖会飘。如果是我自己是评审的话，我肯定是不过关的。我也投了一个 dislike 给小陈，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失误太大了，几乎半首歌都是在失误里面的。他一直是处于 flat 的状态，持续了一段时间，一直听到我蛮不舒服的。我还有 dislike 小陈，前面他确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失误，就是他跑调走音那种。他这样看着我眼睛，我看不到。他一直在往后转，他一直在往后转。你看着我的眼睛说，我跟你说，他很认真在唱，可是他唱到你没有把你唱进去，对，就是会 out f o 还是你要先上？我想先上，叫你上吧，我真的最后一个哎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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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高音加 vocal。哦，本来是第一位的，本来他是第一位的，对，终于到他。我带来的歌曲是《看完春天的地铁》，之前就一直很喜欢这首歌，就是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比赛啊，而且又很有感情。这个冬天最后一夜，我和你都在寻找开往春天的地铁，这里不是我的世界。我等了一天一夜，等开往春天的地铁。我不怕用任何代价，只是我害怕自己对付不了牵挂。等你找你追你，用尽所有方法，找，不过是爱了恨了分了合了变化，一时冲动的想法。是爱了恨了分了合了变化，一时冲动的想法。我被风吹得张不开嘴巴，跑呀！一颗心哭了醒了，丢了死了。别躲我了，好吗？你听他这样，他其实是能唱的，对吧？他是能唱，他是能唱，但后面那节奏有点乱掉啊，那个 balance off。
因为他的声线算好的，是，跟他的那些核心都是有的，可是技术就是 control 上面很 off 啊。我喜欢他的 tone， 他的选曲本来就已经是非常高难度，当然他的突切的几率也非常的高。声音上的那个特质是有，然后他可以唱很大的歌，可以再想办法去做好他的 vocal arrangement。感觉就是这2年最不满意的一次。其实我刚唱完的时候就很想哭啊，然后。最后我投了一个 dislike 给玉珍，我觉得玉珍其实唱歌她的音色很美，可是紧张到她没有把她原本很美的歌声发挥出来。加油！多么难得有一个新秀一个这么好的节目，然后有机会可以上来，但是没有把握住好这个机会，就觉得这个比较可惜。我们选群多个，我刚刚没有算，蛮多个，蛮多的，至少有3、4个吧。反正总结好像就一个吧，对，一个是金或者是在下面，蛮极端的呀。压轴。这个女生就更喜欢哦，这个隔壁班的男孩。我选的歌是《于是》，是郑润哲的歌，因为它的原版是蛮简单的，可以加入我自己的特色进去啊，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。窗外下着雨，房间里依然很冷清。等着你出现，从来没改变。昨晚想到你被寂寞包裹的恐惧，等待黎明，等待深爱的你，能不能留下来再陪我数次星星？能不能别贴近念念不忘的他？能不能告诉我你这次离开的各种原因？只能和孤独亲密，像小孩想要星星，忘不了你我互相的甜蜜。是你给我的最后的记忆，松开的手才抓不紧，等雨后等天晴，一起走的路都泥泞，沉睡向往的梦境，说来又说去，还放不下你。最后再求你，求你别离去。即便现实都已看清，镜子两面我破碎又稚气，倔强的我最后过回了沉溺。渐渐亮路模糊我视线，有一瞬间就将我冻结，重新连接的爱却又只能够妥协。于是我们又错过了时间，乌云弥补了整个蓝天，忘不了你我互相的甜蜜，最后再求你，求你别离去。即便现实都已看清，镜子两面我破碎又稚气，最后我会承认无法改变结局。我
我觉得他今天发挥中规中矩，感觉他选了一个很安全的歌，就在他的舒适圈里面。因为我就知道我自己也不是到非常厉害的人，但是我自己也不会到太差，所以我就是 OK 这样。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手，他懂他自己的强项。他可能相对没有这么的技术含量高的一首歌，但他把线条什么的人物状态有去表达出来。谢谢。I get it。他没有大的 mistake， 但是他选了一首非常取巧的歌。是。就你们觉得没有犯太大错误？有一些地方要加强啦，可是确实是对他来说是选对歌了，就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好，他们10位唱完了，是时候出去见见他们了。好，来，耶！节目组会拒绝。硬见啦！来哦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肖慧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 Priscilla Ivy 蔡恩宇。这里是 Astro 新秀崛起吧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也跟大家介绍，刚才你们在唱歌的时候，到底是谁给你们计分的呢？有请我们的评审团。我们来欢迎第一位评审，是我又爱又恨的戴启源老师。有请阿管老师。当然还有2位新秀的师姐，我们有 Astro 新秀大赛的冠军 Nicole 赖松凤，还有 Jardine 严慧萍。哇，看到评审之后，我觉得我这为什么评审在这里？夏雪老师在后面看，我一直以为只有我打分。其实我完全没有猜到会有评审，原来评审们都在后面看着我们。3位老师可不可以统一，就是大概说一下？对，说一下，给一些意见。所以我觉得大家的那个差别，只是技术上的 control 上面有一些差别。大家要再熟悉一点自己的个人特色，可能有一些选手的还在摸索，所以最后还是就是你要练习足够。找到自己的特色，但我会想到说，如果是我换个立场的话，我也会紧张，因为真的这个赛制你们一概不知，所以紧张难免。可是接下来的挑战只会越来越不简单，所以大家皮要绷紧一点点。好了，那谢谢3位评审老师，谢谢。先请你们休息一下。我可以了解他们的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后台，他们上来紧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是跟着一直啵啵啵啵啵在后面很兴奋。你们10位选手当中，谁能够成功晋级，谁又有可能被刷走呢？那现在呢，请大家看大荧幕。10位选手里面，到底几位能够留下来呢？分数真的很跳快。对接下来的信心只有68分吧，真的是觉得我要晕倒。期待自己是最好的成绩哦。我觉得刚才几位显存者可能心里头会比较紧张，真的。终结者又有没有办法留下来呢？会留几个人？不知道。10位选手里面，安全的选手是。恭喜！现在大荧幕看上的4位选手，你们是暂时安全的。换句话说，在大荧幕上面没有看到你的名字的话，那你就有点危险喽。看到我在第2个，这个可以再子 relax 一下，我感觉可以排第5、第6。我们现在邀请10位选手进到第2摄影棚去，我们再揭晓。大家可以往我的左手边的这扇门离开。在想，会有什么东西，就很像那个 Squid Game 这样子，是不是要玩什么游戏？有诈，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诈是什么。节目组就是很神神叨叨的，就是也不跟我们讲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要欢迎出另外10位的新秀。太突然了，原来我们不是唯10个参赛者。我觉得，更没有我的位置在。我第1个走向的是一信，因为我认识他。然后我们就2个 Hi girls, I know you here 。今天去是我中学朋友，然后 Joshua 就是在闭门面试认识的，感觉自己的排名还 OK， 那结果一看这么有10个人，那我是不是又要被往下刷了？这样子的感觉，就觉得很无奈。
其实有猜到参赛者不可能只有10个。来，请大家往这边走。因为那时候海选也有听到一些蛮不错的，我就就没有看他们的。我知道这个比赛不可能只有10个选手，不可能，太容易打了，一定要来一点挑战吧。好，我们现在郑重欢迎20位新秀全员到齐，欢迎来到 Astro 新秀崛起吧！但我觉得要先恭喜这20位新秀，应该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。因为 Astro 新秀大赛阔别8年之后在重磅回归，我想很多人都在等着这个一战成名的机会。真的，这一次我们这个新秀崛起吧的舞台，我们一共获得了600份的这个对音乐热爱的这个年轻人踊跃报名，然后我们从600人当中选出了你们20人，所以恭喜大家了，恭喜大家，真的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真的。那其实今天不管成绩怎么样，你们要想着说你们已经赢了。对，可是选了20人之后，经过了第1场，你们自己唱了自己的这个定位歌曲之后，今天我们要淘汰4位新秀。本来如果10个人淘汰4个人就比较危险嘛，现在20个可能就比较安心一点，看可不可以晋级这样。在20个人当中，哪16个人能够留下来？哪4位会提前离开舞台呢？我们现在先需要把你们20位的新秀的总分数排行榜先列出来，请大家看大屏幕。看到太多太强的选手，所以就会担心自己小命不保。很煎熬，真的，对我来讲太煎了。其实觉得我第1轮就唱的，自己觉得很不满意，所以当时候就特别紧张。又或者在经过了第1轮比赛之后，哪一位又会是20位新秀当中得分最高的呢？蛮紧张，自己的成绩会不会被超越？因为又没有看到另外10位的实力嘛。只要不掉到太多那个幅度，我觉得都还好。我的手汗都出来。新秀崛起吧！第1场比赛，20位新秀当中会留下来的是，先恭喜在排名榜上看到的12位新秀的名字，你们安全过关了。哇，好开心啊！阿嬷，我打走了。我有吓到的是那个 Danson， 他还是第1名哦。很够烈女，有点受宠若惊咁樣啦，沒有想到我選這首歌得到這麼多老師的這個認可。終於名單跳出來，哇，鬆一口氣，嚇死掉哎，真的。有一點就是放下心裡的那塊石頭，我又可以多活一集，不錯，又可以打歌啊。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我也就是 OK， 继续 OK。但是还有8位新秀的名字是还没有被显现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这8位新秀当中有4位可以留下来，4位会离开这个舞台。那我们现在要一位一位的宣布。哇！我觉得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。OK。首先是陈柔恩和小陈。虽然是知道可能会被淘汰，可是还是抱有一点可能会晋级的这个机会。你们2个当中有1个人会离开，有1个人会留下来。真的是一个淘汰，一个留下来吗？会不会有可能是2个一起留下来，还是什么这样子？究竟谁会提前离开新秀的舞台呢？因为我一直在照顾着柔恩，我也替他捏一把冷汗哦，你知道那种。我也不是很会安慰人，但是我又要跟他讲 It's OK 了没有，但是我又不懂他是不是真的会进哦。我们来看一看，还是抱有一点可能会晋级的这个机会。就是想不要是我。会留下来的是恭喜陈柔恩继续留在我们新秀的舞台，也谢谢小陈，谢谢你，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见。就觉得很可惜啊，那么快被淘汰。当天可能有被耳机干扰还是什么，因为我们有看到他把耳机拆掉过后，就表现得更好了一点。很替他可惜哦，我感觉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人。选歌比较危险，因为这首歌也是最近就是很爆红、很热的歌嘛，就也蛮可惜的。可能他选另外一首歌还可以表达到很好。可以从我的左边这扇门离开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我可以进到来20强，其实是没有遗憾了，已经调整自己好那个心态了，所以觉得还好，还 OK。
接下来的赛制啊，可能还不是很清楚。可是我相信他们都可以啊，可以进到20强都是不简单的歌手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到的，加油！下一组我们有林于真、彭于欣。我也没有衡量标准，因为他是另外一场的，我没有看过他表演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，我有没有可能赢过他，然后很紧张。当时候我觉得我被淘汰的几率是50-50，他又是在8个里面呢，然后就一直抓，紧张哦，紧张哦，这样不要紧张。当然这时候可以劝人家不要紧张，因为我已经不紧张了。2位当中到底谁能够留下来，谁又会离开这个舞台呢？就我们这几个潜入者，其实都挺担心的，也是很不容易来到这个节目嘛。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里面留下更多舞台，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留下来啦。我们请看大屏幕。那个成绩报出来，心就比较踏实一点咯。松一口气了，还是很开心的。虽然是濒临淘汰，我还有多一场舞台可以证明自己，这样还是很开心。恭喜2位同时晋级。好，现在我们剩下4位新秀，对不对？4位新秀的可不可以举手一下？剩下的4位是哪4位？名字没在榜上的。刚才已经有2位晋级了，所以剩下的4位当中，你们要角逐1个位置而已哦。我们只剩下1位新秀可以晋级，到底会是谁晋级？你们觉得会是谁？我还有抱着一丝的希望。我应该可以活下来吧？也是有一点煎熬，然后就是有一点害怕，有点害怕。更紧张、更忐忑啊，因为就怕会被淘汰这样。好，我们先来邀请第3组的成员张左权、陈松宁。会不会进了嘞？给我是最后一个活下来也好，我只要能活下来，我就觉得很好。我觉得 Joshua 吧，他会比较危险，我就觉得。不知道，超级难衡量，因为好像没有太稳的感觉。马上来揭晓答案。抱歉，很遗憾，很遗憾的，2位要提前离开舞台了。我们谢谢你们的参与，谢谢。很难受，很难受，对，因为我对这个比赛看得可能有点太重了，然后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我辜负了一些人对我的一些期望。再见，谢谢你们，再见了，加油加油，再见。因为觉得是一个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是刚好这时候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很想要把握住，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。好，最后了，剩下2位，最后的2位里头，我们只有1个名额，最后的有黄鹏龙、廖建旭。那时候讲啊，我比啊，快点给我进，然后下一轮我会唱好这样。如果是对方晋级，那我觉得我会恭贺对方，真的很厉害。我真的很紧张，我很希望他留下来。马上来揭晓答案。恭喜黄鹏龙，也谢谢廖建旭，谢谢你的参与。很遗憾，谢谢你。我有一点紧张在，但是其实更多已经是释怀了。就是我会回想回去，其实我已经得到了很多，还是会有一点点失望跟一点点的不甘吧。然后有一点失望，可能没有办法陪大家一起走下去。其实我一开始连海选我都不觉得我会中。Hello， 各位老师好，我是陈松宁，今年26岁，来自johor。就何德何能可以来这里？我会这样子，而且我又是年龄线刚好是在最后1年了，没有太多这样子的机会。我想明年我应该还会再来。失败了不代表你永远就停留在这里，人总要往前走的。谢谢，不管是谁给我有机会来到参加1次舞台也好，我都很珍惜。好的，我正式宣布 Astro 新秀崛起吧16强正式诞生。
刚刚这样一直起起落落，你不要太失落，你。我觉得你们现在心情也比较放松了一点，但是不要太松弛，不要太松弛。对，因为我们节目总是会给大家惊喜，因为接下来这个环节呢，我们又有安排了另外一个惊喜给大家，请大家欢迎培养。请大家欢迎培养。大家好，我是最不需要靠唱功，但是可以在音乐节目上混口饭吃的黑皮哥培友。哇！新秀崛起 ，energy！ 哇，有帅！我坐这里哦，哇！哦，我有吓到，参加一个节目，我可以见到那么多艺人。马来西亚的天花板级别的人，不管唱歌的是怎么，他在这里，我是这样想的。那首先开始之前，我先再一次郑重的恭喜大家，从芸芸众生600位到20位，到目前16位，才有机会有这个 session。哇，要见朋友不容易啊。OK， 这一整天下来，其实我有在导演室有观察你们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。那我这一次来到这里呢，主要就是担任这个崛起推手，听名字大概猜到我的工作是干嘛，对不对？就推你们一把，到底是推上舞台还是推下海？悬崖。就看你们自己个人造化了。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，他真的不缺一个只会唱歌的人。你要么在这个领域，你在这个环境，在这个市场，在这个比赛，要么你成为第一。要么你成为唯一，不然你成为最。记得这3样东西，但是你3个里面你中一个，你已经可以在你的自己的一个领域成为金字塔顶端至少20%以上的人。我很自信的讲，这是我的范畴，这是我能做的事情。我要你们争取，先能够讲到自己的这3样的任何一样，我会记得你。观众会记得你。我的特点是什么？因为其实我是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特点的人啊。我会觉得我好像什么东西都跟别人一样，什么东西都有一个人的影子在那边。谁要先开始？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Howie。大家好，Hello。OK， 我觉得我是里面当中发过最多歌的人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创作歌手，然后就前面几年都有在默默的耕耘，一直有在发歌，目前应该发了大概有35首。事情是要被验证的。今天我们进入一个东西，就是没有发言的人，请挑战他。OK。如果被挑战，代表这个 point 是没有分的，理解吧？他自认是现场发过最多歌的，35首歌，有人超越的吗？掌声送给他。你现在对着镜头再一次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Howie，我是自信一点。大家好，我是Howie，我是现场里面发过最多歌的歌手，谢谢大家。他一说他发布过35首歌出来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厉害，因为我自己要写一首歌都有点难。3、2、1 ，Go！ 哇哦！来，就你先吧，因为你太可怕了。好，我的名字叫刘一信，今年24岁。我是全场唱过最多、发布过的歌曲的和声的。然后我写过很火的青年歌，然后我是音乐制作人。哇！有人要挑战吗？还有，我会很多乐器。哇！OK， 当你的球吹得越大，就代表什么？越被大家容易戳破。我们一个一个抓，就把几首你觉得能够拿上台面吓一吓在场的16位，也包括观众朋友。好，我们都是第一次做人。
哇哦，那谁会唱这首歌的主？我会。哇，我觉得真的很强。我自己本身就是有被他亲自教导过怎么合影。来，准备好啊，5、6、7 ，Go！ 我会默默在你身后陪你，静静不说话也没关系。等你看完夜空静下来，这个呢，拿前面就好，拿前面就好。可是我是讲我发布过嘛，我没有讲我要唱准啊。可以，随便啊，反正那个作品是发出来了的，我就是唱不准，可是，还好我不是评审，我凹掉他。好，我们手放下来哦，准备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哇！那当大家只靠用手的时候，你又用声音，聪明吧那你就是聪明的那一个，你就是最聪明的那一个。来，自我介绍。我叫 Amy 肖如金，今年21岁，来自雪兰莪新古毛。我是16位选手里面对着风扇唱歌8 million reels 的人。Anyone？ I want you like it's magnetic you。这个人神经病，但是这个就是互联网要的病，就是年轻人需要的病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欣，今年21岁。然后我觉得我是全场里面最idol型的，因为我会唱、会跳、会 rap。哇，有人想挑战的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是女生里面。唱跳 rap 肯定是我厉害一点了。准备好了，随便来哦，对吧？自己想办法让我注意到你们，3、2、1去。哇，好吧，你先吧，来吧。老师，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旁边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ack 刘乾，我是16位选手里面最黑，且最会唱，且舞台次数最少的。最会唱，但舞台次数最少。最会唱，黑我认。连我黑皮哥都输你，最会唱你敢讲你是最会唱，有人有意见吗？哇！第2个我说错了，其实，且最会唱，我不知道我是哪里来的自信讲出这句话呀。我应该是讲且会唱，为什么我会讲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2次机会，准备3、2、1，好，你吧，来吧，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彭义俊，我觉得我是里面最年轻，可以唱跳 rap， 唱跳 rap 和吉他，然后力气也比较大的选手。力气比较大，我可以倒立搬兵。你可以倒立搬兵啊 ？OK，sorry， 他就讲他是最有力的，我原本要站起来，来比力啊，然后他讲我可以倒立 push up， 我就坐下来了。sorry， 做不到，你赢。你刚才前面讲的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对倒立搬兵有兴趣。没有 lesson。看一下。来呀，不用怕，卖掉也可以的。哇！向左都不够你来啊！真的强，年轻的霸退真的是，哎呦哇！我可以想象到荧幕前的安迪啊！我跟你讲，嗨，可以想到我们是今天的最后一位了，到你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丽子萱。然后我做过跟我外表反差最大的职业，我曾经是个纹身师。你是什么？纹身师。可以开出来给他们看吗？ No 可以的吗？我不行。哇，你的气质完全不像纹身师。对，真的是反差很大。OK， 那像这种自我介绍，你能够引起我人生浑然天成的想要继续追问的话，这种自我介绍是好的。理解这意思吧？你是少数不想发问了。好，很哀，对不对？整个半个小时下来，我一直有在默默观察他，他是我最担心的一位。我觉得
需要帮助他，让他可以除了找到舞台上发光的那一刻，我也希望他找到他人生发光的地方。有特点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在我身上是想不到的啦。感觉之前以来，就是我会觉得大家不想跟我玩，有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我就一直以来都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其实我觉得有这个缘分可以坐在这里，我觉得聊天，我真的是我觉得很开心，那我觉得我这个章节裴勇的任务已经差不多完成了。那刚刚我这个部分我尽量可以做的事情，就是让更多观众像我一样，可能对你们不太熟悉的人，因为这一个环节对你们印象深刻，你们记得再一次强调，要成为那一个能够让人家真的是记到不只是记忆里面，是记到心里面的歌手。那这个才是一个伟大的歌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就预祝你们接下来比赛成功，加油！就算你很会唱，你有什么东西让人家记得你？这个是我蛮戳中我的一个点。他进来有 provide 到我这个 message， 非常觉得有收获的一个点啦。我应该思考一下我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歌手。大家好，我是 Manny 霍文熙，来了 EXO 新秀崛起吧第2期，这一次还有另外10个新秀的演出，到底这10个的新秀里面，谁会成为我的 star pick？ 马路上日升又日落，人来有人往。他挺有松弛感的，唱的挺舒服的，我挺喜欢他的声音，还有他的表现在台上面，我感觉是他非常 enjoy 自己的舞台，就很投入这个歌里边，所以他唱的很松弛、很放松的，很配合这首歌的风格。时间的泪越死去我越长，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？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是挺甜的，还有很配合他的样子，他的样子也挺可爱的。泪痕旧愁冷风碎。我觉得他的表情管理的挺好的，他唱那首歌真的看得出来他很投入，还有他外表也是挺高的，所以颜值也是在线的。我觉得他拥有一个可以做实力派以外，也是可以同时包含偶像派的能力。16岁那个好可爱啊，然后那个样子我觉得有很甜，但是呢，你会以为哦，他的声音可能很娇啊，很小的一种，原来就是哇，声音好厉害哦，小小的年纪，然后原来在台上面高音的时候唱的非常洪亮，这是声音跟他外表不一样。其实16岁来讲，他真的很不错了，然后样子我觉得也适合，就是他是具备一个有观众缘的新秀。这个新秀他是很有活力，也很陶醉他的那首歌的表演中。如果你是一个 live 的表演，感染力是非常重要，你可以让台上部分的观众都会有一个氛围，让人家觉得哇，你唱的歌让我很投入的那种，所以他的感染力是有的。一样有听从沿途天亮，他命运的灯笼，而全音乐，他再也不管红与不红。看完第2期的新秀以后，其实水准真的这一期非常高啊！真的要挑一个，我觉得我会挑了那个黄德胜，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他的声音唱一首歌是非常有 enjoy 这首歌，他的音乐感让我就是融入了这首歌里面，我觉得他很有潜力成为下一个很有实力的歌手。希望各位新秀继续努力，坚持做到最好。那观众朋友们，记得支持你最喜欢的新秀。如果你觉得他是最有潜力成为下一个 star 的话，请你投票给他。我们下一个赛段见。
正式进入第1次的组合赛，分数最高的有权先选你的队友。大概知道应该是没有人选了的，担心没有人要选我，太不公平了。2个 S 级的打2个显存者，我们讲打不过啊。那只手甩开很奇怪哎。不是，没有人这样转的。等一下 ，stop！ 不经意的，好像在教我怎么做这样子，我就是不喜欢人家教我这样做。感觉上比较表面，各唱各的。2个只是拼命的开机关枪，你心里所想的比较火，都没有凸显到对方。